时隔6年半，韩国外长再访华，与王毅会谈7次提到合作，强调对外关系并非零和博弈。经历芯片、萨德等风波后，赵对列此访能否让中韩关系改善迎来契机？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拜登政府宣布对华加征关税措施，借口所谓产能过剩，锁定中国优势产业，美方想打一场怎样的新贸易战？今晚正在播出。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我是尹凡，欢迎收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普京总统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日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和台湾海军上月曾经悄悄地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中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美台军事勾连的错误行径。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都是死路，注定失败，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意外。教育部今天发布通知，将会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行动，针对基础教育详细地列出了12项管理负面清单，包括以各种方式挤占学生的课间10分钟休息、教师漠视纵容学生欺凌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等等。教育部要求各地即日起启动实施，完善细化好负面清单。行动还将建立监督曝光机制和声誉评价制度，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进一步的清理整顿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违法违规、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功利化、短视化的行为。进入焦点对话，中韩是近邻，应当常来常往。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到访的韩国外长赵对列说的一番话。两人昨天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达了改善中韩关系的愿望。王毅表示，近段时间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这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希望韩方与中方一道，坚守两国建交初心，坚持睦邻友好方向，坚定互利合作目标，排除干扰，相向而行，合力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赵对列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增进互信、扩大共识、聚焦合作，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赵对列昨天起赴华进行2天访问，这是其就任韩国外长后第1次访华，也是时隔6年半韩国外长的再次来访。据韩国媒体报道，赵对列强调了发展关系的意愿，讲话中7次提及一件事情。韩联社称，赵对列在两国外长会谈结束时的发言中7次提到合作一词，强调了发展关系的意愿。报道还引述赵对列的话称，韩方并不认为对外关系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也不会朝这一方向发展，韩中应继续保持良好合作势头。两国外长会谈前，赵对列还在北京与包括 CJ 中国、现代汽车、三星中国等在内的在华韩企代表举行座谈。据韩媒报道，在华韩企代表在座谈会上提出，尽管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矛盾和不利因素仍在，但中国市场过去30年惠及两国经济，并期待中韩双方制定未来共赢的战略，同时加大韩国政府与中国高层人士的交流沟通。赵对列表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两国经贸关系也从过去的互补性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性关系，这对韩国来说是严峻的挑战。统计显示，中韩经贸合作规模大，去年贸易额突破3100亿美元。同时，中国正逐渐从韩国的贸易收支最大顺差国转变为最大逆差国。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对华出口额为1248.35亿美元，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为1428.49亿美元，韩国对华贸易收支出现180亿美元的逆差，为
为31年来首次。此外，据韩国贸易协会上月发布的2023年韩中两国出口相似度指数显示，中韩两国在全球市场的出口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涉及半导体、汽车、电器、电子等韩国传统支柱产业。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学者薛晨，东方卫视韩国问题观察员全小新也在北京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讨论。先问一下小新啊，这个时隔6年半，韩国外长再一次来到中国访问，韩国舆论有怎么样的评价？我们也注意到，韩民族日报评论说，希望透过此行让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找到平衡。为什么会用平衡这个字？好的，尹凡。那么我们从就是韩国媒体一个整体的报道基调来看，整体来讲，韩国的报纸和韩国的舆论都是非常关注此次韩国外长时隔多年以来的访华。那么尤其可以看到的是，赵对烈外长在此次的访问过程当中多次提到合作的这样一个词汇。那么这其实也是反向体现了韩国的舆论对于目前的中韩关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担忧的情绪。那么我们也知道，实际上韩国对于韩国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以及一个经济的一个来往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近年来，因为众所周知一些原因，实际上中韩的经贸往来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是刚才所提到的韩民族日报所提到这样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词啊，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像韩国近年来面临着一个内需的疲软以及贸易逆差的一个不断扩大，而且在此情况下，尹锡悦政府将大多数的外交力量投入到对美国、对日本等等其他国家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力量当中来。那么其实这也是一方面是选举的惨败，也导致更多人去重视这个经济的议题。与此同时，现在的一个中韩关系对于许多韩国的舆论来讲引发了他们担忧，因此平衡实际上也是对于尹锡悦政府希望能够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在对华的一个外交以及交往的这样一个韩国国内的一个普遍舆论以及民情的这样一个体现。这也是平衡这一次在韩国舆论的一个内涵。既要平衡，又要和中国的合作。合作嘛，我们问一下赵晨。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合作是他此行的这个高频词。但是呢，他在和韩国企业代表座谈的时候，又强调两国经贸关系从过去的互补性逐渐转变为竞争性。那怎么样看这眼中的对华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暴露了韩国人目前对于中国的一种怎样的认知的误区？好的，这个赵对烈外长在访华前和访华期间呢，多次谈到这个对华关系当中的这个合作，应该说呢是体现了这个韩国对华关系当中的这样一种期待。无论是呢中韩关系的这样一种重新校准，还是呢比如说这个区域内中日韩三边的这个合作，还有呢就是涉及到这个韩国安全的这个北南关系等等诸方面。再加上呢，非常重要的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当中呢，这个中韩在全球产供链的这个稳定和这个产供链的这个重组的过程当中的这样一种合作呢，应该说呢都是离不开这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合作与配合。那么竞争呢，应该说呢是体现了韩国政府的在这个产业领域的它有一种这个焦虑感。那么这种焦虑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中韩之间产业分工。在垂直的这个深度上，本来这个深度就是不够的，但是呢，双方呢在横向的这个产业间呢，应该说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合作空间。那么这个呢需要时间去寻找，双方呢也要有共同的意愿来推动这样一种产业间的横向的这个合作。同时呢，韩国怎么样想要保持目前的产业的这个垂直分工当中的这样一种深度，这个呢是应该说呢，随着这个中韩贸易间。中国成为韩国从最大的这个顺差的来源地，变成了最大的这个逆差来源。应该说呢，它的这种焦虑感呢是在不断上升的。所以呢，这个赵外长也会提到中韩之间的这种竞争，主要是在产业领域的。好，谢谢薛晨，我们稍后再聊。其实呢，如何排除干扰，相向而行，是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这次双方高层互动同时聚焦了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强调，希望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慎重处理涉台问题。韩方表示不赞成零和博弈，希望平衡地同各国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对此，韩联社称，中方多次呼吁中韩关系应该排除干涉，是对美国将韩国拖入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警告。中韩双方的表态说明，对于管理关系以防止冲突的必要性存在共识。
尹锡悦政府上台2年多来，持续向美西方示好，甚至介入台湾问题，致使中韩关系陷入低谷。本月初，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墨尔本举行第6次外长防长2+2会议，讨论韩国加入奥库斯的可能性。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实称，希望奥库斯成员国考虑将韩国列为第2支柱合作伙伴。韩国的国防科技力量将为奥库斯的发展做出贡献。美英澳于2021年成立的奥库斯被指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今年以来，在美国的主导下，奥库斯多次讨论扩员事宜，日本、韩国、加拿大、新西兰都在受邀之列。而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外交政策明显转向西方。去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随后与美日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谈。此外，尹锡悦还连续2年出席北约峰会。为讨好西方，加强韩美同盟，韩国几乎对美国有求必应，不惜损害中韩关系。在电池和半导体领域，尹锡悦政府积极推动韩企在美投资建厂，配合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尹锡悦还多次就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发表争议性言论，引发中方不满。尹锡悦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招致韩国国内不满。韩民族日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尹锡悦，称其外交政策只朝着一个方向鲁莽突进，没有立足韩国实际情况。本月10号，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尹锡悦支持率仅为24%，创30多年来最低。好，继续请出2位。首先还是小新啊，这个尹锡悦政府积极谋求加入 AUKUS， 持续向西方靠拢。你觉得韩国人出于怎样的考虑？但是呢，韩国人这么热情，但西方似乎也没那么热情。比如说，韩国近期就没有受邀参加G7。那么，你觉得韩国国内的舆论怎么样看尹锡悦政府这种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好的，尹帆。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谋求加入 AUKUS， 还是积极的与美国、日本等西方阵营展开互动，其实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逻辑是在于，一方面希望通过靠拢美西方方式推翻前任政府的一些外交遗产，否定前任政府的外交遗产；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去谋求韩国所谓的正在谋求的一些中枢外交等等一些的国际地位，并且以这样的一个杠杆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显然这一系列的互动并没有能够换来美国以及日本等西方阵营的一个对韩国的一个反向的回报。那我们会看到，像此前美国通过了就是通胀法案以及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等一系列对韩国的支柱产业具有比较大的损害的这样一些法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方面，一方面尹锡悦积极向日本伸手，但是包括在此次的那个 Line， 就是日本的就是韩国聊天软件，就是这个归属的问题，以及此前的历史争端以及领土争议的问题当中，日方显然没有向韩方表达出这样一个让步的这么一个愿望。但另外与此同时，这种的一个互动也间接导致了损害中韩关系这样一个在经贸往来上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导致韩国国内有许多的舆论认为，尹锡悦这样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能够为韩国换来韩国应该需要或者希望得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包括在这次一个 G7， 韩国并没有受邀，虽然韩国政府方面是有很多的解释，但是韩国民众以及韩国的在野党显然是很难为此进行买账，而这个在韩国此前的一个选举结果当中也是有所体现的。的确，尹锡悦政府一边倒的倾向于美西方，但是并没有得到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反向的回报，反而损坏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这个对韩国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请教一下薛晨，我们都知道这个尹锡悦政府对美西方的依赖和跟随是当前中韩关系紧张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这次赵外长访华就以解开中韩纠结的线团为重任，所以这是不是可能意味着尹锡悦政府可能会调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分析说，中韩关系要真正的改善，其实还取决于他的怎么做。你怎么看？是的，应该说呢，这个中韩关系目前处于一种低谷呢，就像王毅外长也讲到，它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而且呢，目前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尹锡悦政府呢，它的这个内外政策的调整，不单单是外交，在内政方面，比如说它同在野党的之间的这种对谈，也是上台以来第一次。应该说呢，是经历过这个国会选举的失败之后，同时呢面临这个支持率低迷的这样一种状况所进行的这样一种调整。但是呢，应该说呢，它的外交政策当中的基调呢是这个站队，
或者说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应该说是已经成型了。而且呢，在这个现任的这个政府当中呢，有很多呢是这样一种基要派，或者说呢是这个受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的这样一种支配。那么所以说呢，再加上呢，美国对于这个韩国的这个战队的压力呢，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在同中国的这个所谓战略竞争当中呢，非常注重他的盟友的这个战队的这样一种意识。所以即使尹锡悦政府有意识要进行内外政策的调整呢，它的步调呢，应该说呢是有克制，或者说是有限的。是有限的。只要他不改变他这种战队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话，其实希望他有所真正的改变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稍后再请教薛晨。其实呢，此外多家韩国媒体还报道，赵对列此次访华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围绕暂定于本月底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与中方进行沟通和协调。韩联社今天援引韩国外交部消息，韩中外长商定为即将在首尔举行的第9次韩中日领导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保持合作。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此前透露，3国领导人会议将于本月26号至27号在首尔举行，日程安排有望近日公布。日本舆论此前也称，会议如期召开，基成定局。届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预计将出席会议。日方还透露，3国领导人预计就6个领域的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包括人员交流、经济、贸易、公共卫生、和平与安保，并将发布成果文件。3方还可能就乌克兰危机、朝鲜核问题、新一轮巴以冲突等地缘安全议题交换意见。这将是3国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多来再度重启。2019年12月，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此后，因新冠疫情以及外部力量干扰，该会议处于停摆状态。好，继续请出薛晨。薛晨，我们知道，在强调发展对华关系意愿的同时，韩国和日本的关系眼下正在因为日方间接施压韩国 IT 巨头 Naver 而陷入不安。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怎么看韩方力推3国领导人会议的目的？这样一个会议中断了4年半之后再度重启，对于维护双边关系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意义在哪里？应该说呢，中日韩这个合作的重启呢，它的关键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中国在其中发挥关键和重要的这个作用的这样一个3边合作。同时呢，很明显，这个美国是缺席这个中日韩3边合作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从一开始呢，3方的这个合作呢，聚焦于这个3边的这个贸易和经济往来，同时呢，也关注于这个低政治领域的3边的这样一些合作。也就是说呢，它的3边之间的合作的这个敏感度呢，相对的并不那么高。那么韩国呢，其实力推这个中日韩的3边合作，而中国呢又在其中发挥这样一个关键作用呢。这样一种合作的意愿和模式呢，它是本地区自主，并不有这个外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来进行这个插手和干预。那么应该说呢，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呢，是为韩国的外交呢是开辟一个新的空间。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中方呢也愿意投身于这样一个中日韩3边合作的这个重启，那么使呢地区之间的这样一种一体化和加深经贸之间的和产业之间的这样一种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中方是乐见其成的，应该说。主持人，希望真的这个3国的会议领导人之间的会议真正是一个地区性的会议。我们谢谢薛晨，也谢谢之前小新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你将看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拜登政府宣布对华加征关税措施，借口所谓产能过剩，锁定中国优势产业，美方想打一场怎样的新的贸易战？好，接下来进入中美观察，瞄准关键战略产业，美国对华又有新动作。今天，白宫在官网上发布公告，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180亿美元的商品来提高关税，其中呢，对电动汽车类的产品的关税税率从此前的25%提高到100%。
由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汽车还要征收2.5%的额外的关税，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电动汽车的总体关税从27.5%提高到了102.5%。那此外呢，还将分不同的阶段将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将部分钢铁和铝产品，还有锂电池以及关键矿产、港口起重机等等产品的关税提高到25%。此前的报道也指出这是拜登政府花了长达1年多的时间审核完上届政府对华301关税之后做出的决定，重点范围锁定在所谓的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领域，其中电动汽车领域是最受美国官员的关注。那针对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今天再度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权。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中方一贯反对违反世贸规则、单方面加征关税，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这是中国外交部1周内第2次回应相关问题。上周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此指出，美方滥用所谓301复审程序进一步增加关税是错上加错，敦促美方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更不得增加关税。商务部也在今天的最新回应中指出，美方提高301关税，违背了拜登总统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断链的承诺，将严重影响双边合作氛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严正交涉。美国对中国产品挥舞关税大棒，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我们用数据来说话。2023年，中国纯电动乘用车共出口132.19万辆，占新能源汽车出口总量的83.4%。出口目的地市场以欧洲、中东市场为主。事实上，由于美国此前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已经高达27.5%，很大程度上把中国汽车挡在了美国市场之外。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汽车数量骤缩至不足2000辆，美国市场在中国电动汽车全球市场的占比已下降至0.5%以下，几乎为零，没听说哪个企业卖到美国去了。早期呢，有一些大巴。乘用车这个层面，美国为了限制我们电动化技术这个出口，也调整了政策。而在光伏产品上，虽然中国是全球光伏产品出口最大国家，但在美国通过301关税以及所谓涉疆法案限制我国光伏产品后，2020年到2022年，中国对美光伏组件出口逐年递减，2022年仅有3000万美元，2023年前5个月仅有115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0.057%。此外，在半导体产品上，2023年中国半导体出口美国总额为23.3亿元，约占总出口额的1.6%。因此，彭博社分析认为，美国此次加征关税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被纳入加税范围的中国产业，特别是电动汽车产业，并不依赖美国市场。好，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同时，我们将会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首先问一下周密先生你看上届美国政府对华加征301关税已经被 WTO 组织裁定为是违反世贸规则，现在拜登政府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对部分中国产品进一步的来提高关税，您觉得这个行为会被 WTO 怎么来定性？另外，您怎么来评估这一轮加征关税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我觉得呢，对 WTO 的定性呢，这个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 WTO 是已经有判决了，他认为这个301的这个措施实际上是违反了美国的承诺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样的一个301的措施，包括这次加征关税的做法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先要看它的不合理的角度。不合理，首先呢，因为这个 WTO 已经说了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在全世界的这个经贸摩擦中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考虑。我们看到美国这次的这个发布的这个通告里边也讲了很多，有些是重复了它过去的301报告里边所谓的一些对中国的指责，但是我发现它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指责，而这些指责在以前的这个调查中是没有涉及的。所以呢，我想这样的一种大杂烩的方式，其实反映了美国的这个情况它确实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方面呢，它又不太合情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美国现在还是这个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今年的这个年初也想要去进一步的去调整这个利率来保持对于通胀的压力。如果它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对于美国的经济是
影响很大的。那么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呢，我想要分2个方面啊。对于一些虽然我们看它总共的这个规模不大，但是如果说针对到某一个企业来讲，我想它的影响还是不小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产品，它对于中国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如果加征了这些关税，那么美国人从哪里去买呢？他想必他必须还是要通过付更多的关税的成本的方式来从中国进口。所以我想，对于中国企业这一部分的企业，可能压力要稍微小一些。好，谢谢您提供的观点。我们再来问一下何伟文先生啊，拜登政府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2.5%的关税。我们刚才报道当中呢，也援引了彭博社的一个评论，他说这个动作是象征性的。您怎么来解读？是象征性的吗？彭博社更多讲的是从经济上，说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电动车数量很少，所以是象征性。但是我理解呢，这个象征性是政治上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经济上它没有什么意义。对，在中国对美国电动车的出口，在美国整个电动车进口的比重，2018年是1.1%，2023年还是1.1%，今年1季度是1.6%。所以按照美国贸易上的通常的做法，低于3%就可以略去不计。所以中国在于略去不计的这范围内，你来做什么文章？所以这个在经济上确实没意义，所以它更多是政治上。一个大选年，它为了政治正确，为了中国威胁论有利于他拿选票。第二个，他说给工人听，特别是宾州、俄亥俄州啊，这个密歇根州这些这个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他需要这些摇摆州。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政治象征。但是又进一步说，它这个象征的并不好，是个政治怪胎，因为他举出的理由实在没有水平。说中国70%、80%、90%的发展都是依靠强制转让技术和强迫这个盗窃知识产权。你想，去年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产量是950万辆，等于美国的3倍，欧盟的6倍。如果我盗窃了你的技术，盗窃了你的知识产权，你怎么发展不起来？这技术是你的吗？知识产权是你的吗？所以它是政治上实在是这个象征的水平太差，所以说它可以说是政治怪胎。对。好，就像何伟文先生所说的，从经济上来说，它真的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从政治上来说，可能美国方面相关的人、相关的党派，可能就是要图选票。那我们稍后继续来跟2位交流啊。那尽管美方是拿着所谓的战略竞争来粉饰它加征关税的动作，不过呢，也有美国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拜登之所以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还有太阳能电池等绿色产品，主要就是担心价格更具优势的中国绿色产品涌入，会阻碍美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进展。4月22日地球日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向家庭住宅太阳能项目提供7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帮助贫困社区的居民使用太阳能并节省电费。白宫称，这将创造20万个就业岗位，并为该计划中的家庭每年节省约400美元，预计最终将减少相当于3000万吨碳排放。这项补贴被纳入了拜登政府2022年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将释放370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以加快美国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并扩大了电池生产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的税收减免。而新能源汽车转型也是拜登政府为了兑现其气候减排承诺力推的重点举措。去年4月，美国环保局拟定史上最严的尾气排放限制草案，要求到2032年时，电动汽车占全部美国新出产客车和新型货车销量份额的67%。拜登政府还承诺为电池生产、购车税费减免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补贴。但美国汽车行业转向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截至去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占比仅为7.6%。面对重重阻力，美国环保部门考虑把新规正式实施的时间推迟至2030年后。美国这些年来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做法呢，就是当它产业有优势的时候呢，它就力推全球化；当它的产业竞争不过别人的时候呢，就开始加征关税进行遏制打压。那美方的这种所谓叫焦虑症啊，似乎也已经传染给了欧盟。有消息说，欧盟委员会可能最快会在本月对中国电动汽车来开征临时关税。去年9月，欧盟方面宣布对中国产的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按照欧盟规定，调查启动后必须在13个月内完成，但欧委会可在调查启动后9个月内，也就是今年7月，决定是否采取开征临时关税。不过，有欧盟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欧委会的这一举措预计在本月实施。《金融时报》援引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报告指出，
预计欧委会向中国电动车征收15%到30%的关税。报告拿出口到欧洲的比亚迪电动车举例说，比亚迪宋 Plus 冠军版在中国国内售价约为20500欧元，在欧洲的售价为42000欧元。报告声称，即便加征30%的关税，比亚迪的这款车型在欧洲仍有超过国内利润4700欧元的利润溢价。因此，报告鼓吹要让欧洲市场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商失去吸引力，征收40%到50%的关税可能是必要条件。金融时报的数据指出，从2019年到2023年，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占比已经从0.4%成倍增长至8%。预计到2027年，这一比例将增至20%。欧盟可能对华采取惩罚性关税这一做法，引发了德国的反弹。德国联邦交通部长维辛日前表示，德国希望国际贸易在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中进行，而不是通过施加惩罚性关税开打贸易战。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两位。首先问一下何伟文先生啊，拜登政府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呢，把清洁能源产业看作是10年大计啊，所以请您做个分析，通过这个关税手段，要把中国产品尽可能的排除在外头，能帮助拜登政府更好的发展他们的清洁能源产业，让这个产业领先吗？目前美国整个清洁能源产业到底是什么水平、什么基础啊？我们如果简单的表示一下的看法，那就是回答是否定的，不可能。就如果他采用通胀削减法，按照这种是一种本土经济学的保护主义、歧视性的、排外性的一种做法，它不光是对中国是排除，对欧洲也是限制，对其他国家都是限制。这就是说把资源都集中在本国，利用补贴的办法呢，把本国扶持起来，这样的做法是走不远的。这也就是像那个英国经济学人所说的本土经济学，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很有限的。那么这样一做呢，就是为什么他还要这么限制？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这个战略上的压制和对中国的担忧超过了减排的需要，也就是他减排他可以推迟，压制中国他不能够松懈。这点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在这个通胀削减法案上得到了证明。那美国自己的清洁能源产业的水平怎么样呢？它是这样的，它清洁能源的产业实际上它起步比中国早，比欧洲也都早，但是呢，后来就发展的比较慢了。因为我在80年代曾经到加州市参观过它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参观过它的风力发电站，都很好。但是呢，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在存量上的发展落后于欧盟，在增量上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它如果再不开放的话，那么它只会继续落后。好，谢谢您提供的观点。我们再来问一下周密先生啊，我们观察一下欧盟啊，相比美国呢，欧盟无论是在电动汽车还是光伏产品等领域，它都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那刚才我们说了，美国加征关税了，您觉得接下来欧盟到底会怎么做？因为我们刚才报道当中也说，可能在本月底会加征临时关税，这又是什么概念？我想呢，欧盟对于绿色发展呢，它是有着非常强迫的需求的，这种需求应该是比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更要强烈。所以我们看到欧盟出台了很多的法律法规，要求这个整体的社会的绿色化的转型。那这种转型的支撑在哪里？我想中国在过去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这样的一种供应呢，我们看到，如果说欧盟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的话，那就一定会增加欧盟的相关产品的供应的成本。如果说从保护本国的产业或者本地区的产业来讲，那么我们去看它的最重要的制造的龙头德国，它提出了反对。那么如果说他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话，他完全是应该会得到他的支持的。我想这样一种反对正说明了其实欧盟本身它是坚持多边主义，这是它的一个一贯的立场和承诺。所以我想它一般来讲，如果说没有做出有效的判断之前，是不会采用单边的做法去调整它的这个边境措施的。当然，如果说它要采取临时关税的方式的话，我想这个可能会引起双方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些探讨。那么是不是这个方式合理？是不是对于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是不是在多边的角度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可以去探讨的地方。好，
谢谢两位提供的观点，我们稍后继续。那就在白宫决定对华进口商品提高关税之际，美国财长耶伦再度将拜登政府的这个动作和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进行挂钩。昨天，耶伦在接受彭博社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会非常明确地针对战略领域来进行投资补贴，但是美方呢不希望中国向所谓的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因为这会导致美国的企业被挤出市场。那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耶伦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发言人汪文斌驳斥了这个说法。按照美方的逻辑，美国进行补贴就是至关重要的产业投资，别国进行补贴就是令人担忧的不公平竞争。美国向世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是自由贸易，别国向世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是产能过剩。这用中国话来说，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到底，美国就是在打着产能过剩的旗号，对别国的先进产业进行打压，以公平竞争为借口搞保护主义。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何伟文先生。针对这次的加征关税耶伦还说说这个美国呢希望不会看到中国的重大反应。你看，持续那么多年，美国始终是这个态度，总是想让中国打不还手。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种心态？他们到底有什么误解他这个心态非常清楚。第一，他要打压中国，这是确定不疑的。这也分两个方面，一个在战略上打压，把中国认为中国威胁论；第二个在战术上打压，为了今年的大选，这点是不变的，这我们不能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他还希望稳住中美关系，希望中国不要有重大反应，希望能够保持旧金山愿景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基本上慢慢在缓和这个态势，也就表明他还需要跟中国有平稳关系这一面。那么针对这一点，我们也有两方面：第一，我们坚决要反击，这毫不客气你州官放火，我放的火可能比你还要大，对不对？就是说这由不得你。第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告到 WTO， 因为你这种做法是完全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而多边规则是不容动摇的。第二个，中国的发展权也是不容动摇的。我要发展这个，你管不着的，是不是？只要我遵守国际贸易规则，那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你的。所以你要放火的话，我不会理你，所以坚决反击。那么具体反击什么呢？我有办法，你也这个也不归你耶伦，由不得你耶伦，这点非常明确。第二，我们还要看到，我们要继续保持跟美国的合作关系、平稳关系。所以简单说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好，非常感谢惠文先生，还有刚才周密先生来提供你们的观点，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我们直播还在继续稍后回来。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再见。